台北日常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暌违了3年，我现在终于回到台湾度假了。本来想要拍很多到处玩的影片，但是仔细想想哦，毕竟呢，旅游频道不是我擅长的，而且很多台湾的知名景点呢，大家都开过了。我觉得还不如来分享一些我自己觉得很感慨的事情，以及就是超过3年没有回到台湾，然后我看到家乡的改变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今天影片真的就是来一个很轻松的散步，虽然在2个礼拜又要回去面对人生的现实。好，那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，Let's go。这里就是我从小到大长大的地方。我觉得在这边最指标性的地标应该就是东区粉圆。东区粉圆是一个我从小看到大，花了30-40年的时间，看到它从1碗30元涨到现在的1碗，哇，70，厉害！看到东区粉圆就知道啊，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忠孝东路216巷啊。在东区没落之前，这边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哦，很红，然后脏脏乱乱，非常有亲切感。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，这真的超酷，也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店，位于忠孝东路216巷的万丰五金行，真的就是好传统的五金行哦。如果你不是店老板，你怎么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啊？位在这个地段，然后他们也是从来都没有倒过，父子2代的传承，超酷。先回到东区粉圆啊，来这边介绍一下。小时候的东区粉圆，他们就是一个路边摊在这里，结果随着时间的累进，现在走进旁边216巷的巷子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到东区粉圆把后面2个店面都买下来当他们的仓库了。哦，然后呢，一定也是因为兄弟阋墙的关系，所以在暗巷的里面呢，又有一个小店叫做216粉圆大王。同样是以东区作为店名，那在东区粉圆的正对面就是东区特制凉面，这个也是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啊。他们3鲜凉面真的很好吃，味噌贡丸汤也超棒。他们也是让我了解到，原来味噌汤就是要加贡丸的。不过30年来，他们的店也没有扩建，像也没有赚那么多。其实这边有很多店，我相信店面都是他们自己的，因为他们不用负担高额的租金，所以一直都维持得很好。这一家红上黄烧腊也是从小陪我长大的餐厅。再来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是雪雅书局。这个雪雅书局哦，它真的已经就是文具界的五金行了。小时候啊，各式各样的文具、参考书，其实都会在雪雅书局买。然后最厉害的也是，这30年来，我觉得它也完全没有变。其实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等等的因素。说真的，这种30年以上的老店，真的越来越少了。我现在看到很多装潢很精致、很现代的餐厅，看起来很棒，就是没有什么亲切感。台湾热爆，在我美国家现在已经低于0度的同时，此时此刻我在台湾呈现一个快要中暑的状态。那现在走到忠孝东路上面啊，天哪！变成宝雅了。好久以前，这是鼎泰丰忠孝店。宝雅是我去了美国之后才开出来的店，所以其实我对宝雅不是很熟。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的是，小丹看起来有点不太一样呢？是的，我去漂眉了。今天是漂眉的第2天，据说会跟蜡笔小新一样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生动？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专业漂美师。
一漂完美，觉得整个变得好有精神啊。那边有一家真鲜，据说它是全台北市唯一2家开到凌晨4点的真鲜。另外一家在林森北路附近，大概就是因为这2个地点的夜生活比较丰富。以前回台湾度假，第2天要回美国的时候呢，前一天凌晨，我都会一个人跑来真鲜吃宵夜。然后从小陪我长大的明耀百货，现在变成超大间的 Uniqlo。Uniqlo 没有什么值得介绍的地方。明耀透明电梯。是说这个年头透明电梯真的已经没什么了不起了，但是明耀透明电梯真的大概是30年前的先驱啊。我这个背景看起来蛮屌的。我在美国看新闻的时候，看到神旺大饭店倒闭了。你朋友当然也没有很长跟他们捧场或之类的，但是你只要听到他们倒闭了，就会多少有一点感慨。还有前面的富顺楼啊，哎，对面顶呱呱，这次回来还没有认真看一下。说到顶呱呱，就一定要说呱呱包啦。我后来发现，好像比较年轻一辈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呱呱包，哎。开什么玩笑？再来呢，桐林百货。小时候这边有很大的电影院，小时候我在这边看了《魔鬼终结者2》。更小的时候，我好像才幼稚园小班之类的吧。我一个人在这边走失了，我记得那个画面，是我一个人沿着忠孝东路往下走，一边走一边哭，然后吵着要找妈妈。后来遇到一个好心的女士，她把我送去警察局，然后我妈妈来警察局接我。但是整件事情我到现在还是想不透的是，警察局是如何联系上我妈妈的？因为我并不是那种很聪明会背家里电话跟地址的人。哼，现在全部都是礼包吗？上面全部都是中文字，每个字我都看得懂，但是合在一起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产品内容内涵帮你发点是50点加阿波罗礼包。谁来告诉我阿波罗礼包跟发开富贵包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而且每一盒上面都是王志贤跟曾婉婷，辛苦你们了，来帮你们放好。在台湾要买烈酒真的是好方便。烈酒在美国大部分的州都是要由州政府来专卖的，北卡就是。19宗罪红酒，7卖8.99，这一支在美国超市大概是不到15块，所以台湾买这些进口的还是比较贵。那回到台湾干嘛喝那个？回到台湾当然喝这个啊，开玩笑。好的，现在的时间大概是早上11点半左右，所以呢到了午餐时间。我们今天中午要吃什么呢？直接进入午餐的画面。好的，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精致的地方，其实就是寒舍，这里就是我从小到大长大的老家。今天之所以要把午餐外带回来，而没有在店内使用呢，就是因为今天的午餐是这个麻辣臭豆腐面。天哪！我这么久没回来，我就是要吃一些我这辈子从来没看过的东西。啊！哦，台湾泡面世界第一呀！所以就是把肉块换成臭豆腐的概念。可惜呀，没有很臭嘛。因为它的臭豆腐面是我不好意思在小七吃，所以才带回来的。早知道就在小七出外景就好啦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。今天真的就是随性，他来逛逛一些我很想念或者是我觉得非常新奇的东西。非常非常感谢台湾终于开放了，可以不需要住防疫旅馆了。虽然，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，非常非常感谢你的订阅、赞、留言、分享。小丹与专家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
珐琅的味道。